全体都有。脱帽。默哀。哀毕。我有个秘密，指这个数就看筹码而已，一定要找到真凶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。没有别的要说的了吗？我知道我连累了很多人，陈默，还有那位石警官。
王天元已经死了，没有人会再害你。我们会继续追查他及他团伙的犯罪事实。谢谢你。尹小姐，你也是江台人对吧？你和你弟弟都是孤儿，有没有住过福利院？我们被农村老家的远亲收养了，因为太穷了，很小就出门打工了，从来都没有住过福利院。怎么？没什么。现在正是罗刹在江台福利院生活过，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听过金东九这个名字？从来没有。尹小姐，你可以走了，但暂时别离开江海，可能还有需要你配合工作的地方。嗯，我明白。黄警官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桃儿，在两江交界的公路休息站发现金东九的踪迹，很可能奔着江海来了。立刻在入境的所有要道设置关卡。是。是。这小子前几天肯定就躲在江台。不过，王天元都死了，在通缉的状态下，他逃回江海，想要干什么？小薇，小薇，我在。呼叫叶真真。喂，真真，罗刹可能潜回江海了，这几天不要外出。好，部队派了专人保护我，你放心吧。我马上到会所。我太累了，今晚就不过去了。你好好休息吧。虽然真真不在，略有遗憾。我们先庆祝一下我们联盟的使命达成。什么？是不是还在怪我的计划呀？小生这厢有礼了。抱歉啊，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利用了你，但我还是很欣赏你的。王天元也算认罪伏法了，警方很快就会彻查天元集团。咱们这个联盟使命也算完成了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我来江海是为了抓孙兴案的凶手，他又杀了石头，我不能停止。
听说那2个冒充医护人员的人找到了。嗯，但我妈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小小，等师娘案子了了，乐乐出院了，我带你们出去转转。你是要去哪儿吗？我哪儿也不去，就陪着你们。大哥哥，你手流血了，疼吗？哥哥，你疼吗？小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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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乱跑！你刚才跟谁说话呀？那个大哥哥流了好多血。消息可靠吗？程刚是之前被李长友欺负过的一个拆迁户，挺有警惕性的。金东九去那里干什么？智商，那边有黑诊所。马上在医院周边2公里范围之内，增派警力实施布控，加大搜索力度。是。副队，找到了。这儿。小胡。唐，说。目标在石江2条消失，应该是渡劫地图了。石江2条，石江2条，江海医院。小胡，马上联系江海医院保卫科，调取监控，排查可疑人员。在没有确认之前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快！怎么这么多警察？出示下证件。最近怎么这么不太平？副队，这嫌疑人傻了吧？还想挂号看病啊？这个人极度危险，但他绝对不是傻子。科长，有保洁员报告，刚才在西院丢了一件咱们大夫的白大褂。西院？那不是住院部吗？沉默良校。
副监事今天不开。你坐电梯。好。陈波，报告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嫌犯已经被击毙，请防暴小组迅速支援。乐乐，梁乐，梁乐。姐，走。怎么着？这案子都破了，还闷闷不乐的？再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王秘书在邻省落网了，并且供述了尹子峰死亡的真正时间，以及你师娘于凤琴被害的完整视频。你师娘案子有着落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客气。我只是在想，王天元杀害尹子峰的动机，应该不仅仅是为了帮乐乐换心这么简单。杀人动机问过了，王秘书也知道的不多，只说尹子峰拿了老板要命的东西，具体是什么不知道。要命的东西。
你好，是刑警队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几号？4月6号。你等一下。我对这个人有点印象。豆腐。哎，等一下，发件人信息还没写呢。不过他没有留自己的信息，我们就当问题件处理了。行，这个快递我要带走。好。喂，是我，你在哪儿？事情结束了，我想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事情是结束了，你这会儿有空吗？现在吗？前几天找你，你总说忙，我机票都买好了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想给你讲个故事。故事？故事。您看看需要点什么？1份水果捞，1杯白开水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吓我一跳，你跟踪我？副队说了，我的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我可以离开江海了。尹子月的案子已经水落石出，尹子峰曾经掌握了一些天元集团的秘密材料，出事前想要发出去。豆腐，发件人信息还没写呢。但是一直被滞留在快递点。请慢用。你给王子看的那段10年前的视频，应该不是尹子峰给你的吧？你今天怎么咄咄逼人啊？又要审讯我？我只是想要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现在叫叶真真。逃之夭夭，起叶真真。不想演尹子月了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尹子月和他的发小童冉的故事。尹子月的弟弟尹子峰在江海出了场车祸，肇事司机逃逸，尹子月向交警求助，但是没有结果。于是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天元集团身居高位的发小童冉，想让他帮忙想办法。谁知道返回江台后，等待他的却是天元集团派的杀手。身边的同事徐素素因为帮自己取快递一去不返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出了事儿，害怕恐慌之余，又找到自己的发小来商量。童冉告诉他，这是因为警方的内部有黑警，所以他千万不能再向警方暴露自己的任何信息。于是童冉就帮他想了个办法，让他假装自己直播被侵害，引起社会舆论。
然后再找到和天元集团有仇的富二代王子，帮他整容。在案发地留下了一些毛发组织后，一个整容后自称尹子月的女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我是尹子月。陈警官，故事精彩离奇，但我没有时间听了，我的航班要到点了。你本来就快成功了，但是王天元都已经死了，金东九为什么还要杀梁乐乐？乐乐身上有什么呢？对，是那颗心脏，那颗心脏是尹子峰的，也是唯一能够证明谁是尹子月的证据。只是你没想到，622从来都不是乐乐的病房。金东九离开江台前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，我想应该是打给你的。他应该是想和你做最后的告别，然后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去死。陈警官，既然你对童冉这么感兴趣，我也给你讲个故事，童冉和他朋友的故事。童冉在福利院长大，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性格非常偏执，不爱说话。又因为是女孩子，所以经常受人欺负。后来，她结交了一个朋友，唯一的朋友。在他身上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。她几乎只和他说话，而他也只听他的话。他们不到18岁的时候，离开了福利院，开始闯荡社会。他们也曾想过，通过自己的双手，来撑起一片天空。你谁呀？想管老子的闲事儿？今天这俩妞老子要定了，还有你们俩，啊，装什么清白？后来，突然想办法结识一些社会上所谓的大哥，他也帮这些大哥做了不少事情。当然了，有些事情只有他的那个朋友才能做到。你还看不懂吗？只有钱能让我们有尊严。再后来，他们遇到了王天元，一个彻彻底底的人渣。童冉利用王天元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，而王天元不仅占有了他，还利用他的朋友，帮他摆脱所有阻碍他的人。然后呢，在一切都无法收手的时候，那个人渣想要洗白了。他什么都有了，可童冉呢？有什么是属于童冉和他朋友自己的吗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这个蠢猪自己犯了错。他和童冉说，他帮警察内鬼的儿子找到了合适的心源，想要童冉的朋友出手摆平。可那个心源就是童冉认识的人的弟弟。他本来是想让小朋友一走了之的，可没想到，姐，我给你寄的快递里面是天元集团的秘密资料。这个小朋友偷走了王天元偷拍的交易视频，把王天元拽入了泥潭。
童冉这个时候意识到，他的机会来了。陈警官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童冉和他的那个朋友就应该去死吗？每个人都有面临选择的时候，但如果选错了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可故事终究是故事，办案讲究的是证据。你有证据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在屋里跟王天元说了什么，让他想要杀了你？臭婊子！想想因为谁你才有今天？吃里扒外的家伙，说，钱去哪儿了？你的钱都被我转走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想。我真的是爱你的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都过来了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告诉我，钱都去哪儿了？这真是为我们俩准备的，为我们的孩子。谁跟你说是咱俩的孩子？贱人！你说什么？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我不告诉你。金东九死了，但梁乐还活着。童冉，我现在以教唆杀人、非法拘禁、盗窃巨额财产3项罪名，对你进行逮捕。你这是送我回家？我自以为妙计安天下，谁知道在整容室里给我来了个偷龙转凤，然后孝顺的富二代就登场了。还好我慧眼识英雄，找着你了。我可是穿越回来的，挡都挡不住。专案组根据金东九手机留下的电话信息等记录，和对江台福利院等机构的缜密调查，勾勒出了隐藏的犯罪嫌疑人童冉的身份，并在江台找到了一处属于童冉的房产，成功的解救了失踪半年的尹子月。目前已经将化名为叶真真的童冉抓获。面对强大的人证物证，童冉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随便坐。你这是人住的地儿吗？回头给你买套新房吧。没事儿。据我们了解，被绑架的人质非常聪明，也非常的坚强。他很早就将食物和水分成了若干份留存了起来，这才熬过了长达8天的断水断粮的。童冉和金东九，目前怎么就没杀他受害呢？人尹某身体虽略显虚弱，但随着入院治疗有条不紊的进行，各项指标正逐渐回归正常值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两江直通车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当当当当当！今天谁的生日啊？这么隆重？比生日可好。你看。哎呦，刘总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
恭喜你获得我台杰出记者荣誉证书。谢谢。来，鼓掌鼓掌。啊，哎呦，这还开着机呢。还有更好的。是吗？苏温女士，鉴于您在工作期间表现突出，特聘请您为江海电视台副总编辑。恭喜！谢谢您，谢谢。谢谢，大家一起来合个影吧。来，一起来。哎，好，您坐。好。看前面啊。来，咱们先看前面，1、2、3，茄子。长大了，你不怪我吗？有点。为了你，我被拘了好几天，还得罚做1年的义工。我现在好歹也是杰出的青年企业家，你能活着就是最好的。我的信其实也是王天元给的吧，所以你才答应他10年守口如瓶。我罪有应得，减不减刑无所谓。我会配合警方揭发王天元的罪行的。我会再来看你的，啊！儿子，谢谢你。妈，你们先坐。妈，你想吃橘子吗？妈，我今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粉蒸肉。叔啊，哎，你说这钱咱能花吗？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花，而且得花光。哎，你到底看上哪个铺子？我看这条街啊，反而不闹。你瞧，门脸朝西，这就是块风水宝地。这钱是王天元的脏钱，中，他害你丢了工作，又差点丢了性命，是不是该补偿补偿？再说，这脏钱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因为用他的人心脏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，你的境界比少爷差远喽。那我哪能跟少爷比？哎，叔，你等等我。
走吧。救回来了！习惯了挣扎，习惯了落空，习惯他们说我卑微的梦。不是活着每个人都会被歌颂，不是每道疤痕都愿意被触碰。迎着风往条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，闻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，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如果这是场欺骗，你习惯了伪装，善恶之间变得心无处安放。如果这是场等待，为了明天的较量，依然紧握希望，义无反顾前往。迎着风往条通，我的命运没人能掌控。夜已浓，愿化孤鸿，义无反顾闻西东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，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泪水已干涸，使命在召唤，燃起胸中那团火焰，沿着你的方向，就能够穿越黑暗。就算全世界都在阻挡，也要证明信仰。